小白第一次理财，美股4次熔断，我买了原油啊，能有个10多万吧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慧，要做2020年终总结了。我不打算说我那些有的没的 no one cares 的，我打算直接聊点精彩，而且可能对大家会有所启发的。理财1年，我赚了多少钱？因为这也是我2020做的最大的一个改变，开始理财。那第二个改变就是学会家用手机变成为了我的一个半永久发型哈。因为今年嘛，疫情的原因，我跟很多人一样面临着一个工作减少、收入减少的情况，所以这时候我意识到拥有一份税后收入是非常重要的，就是睡着后还能赚钱。想想就高兴。这笔钱让我们在待在家里出不去的情况下，依然有一份收益，减缓了我们的焦虑，减轻了我们的生活压力。好，今年盈亏大公开。接下来我将会公开我真实的盈亏，就只占收益不晒亏损。我觉得要不就是装逼，要不就是卖理财课的，是吧？我就不打码，就是真实的给大家分享了。希望大家不要用各种诡异的理由来喷我。有人觉得，哎，你钱那么多，然后喷你；有人觉得，哎，你钱那么少，还敢拿出来喷你；然后赚了也喷你，亏了也喷你，手下留情，好吗？然后就是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，别看我买就跟着买，我只是个菜鸡。OK， 开始。这样一看，我居然有7个账户，侧重点算是4个基金账户，3个股票账户。按照时间顺序来复盘，我是在2020年的2月份开了第一个证券账户，简称证券1。我在里面购买了几只股票，同时间段我在支付宝购买了几只基金，开启了我人生理财的新篇章。人生的第一次理财啊，我立马告诉我，我买完之后疫情就爆发了，股市大跌，我买的股票亏成了这样，基金亏成了这样。最可怕的是，我买了原油，原油直接跌了80%，但是幸运的是，我只买了10块钱，所以它也就是跌到了2块而已，逃过一劫。总之，我当时的总浮亏已经达到了-1万以上，不愧我黑洞之名。你们想啊，快共情一下，小白第一次理财，立马赶上暴跌，见证了史诗级的美股4次熔断，是一种什么心情？已经把心态崩了打在公屏上，我懵了，我真的懵了。当然了，现在马后炮回顾一下，就可以看出那时是一个非常好的建仓时机。当时开户证券1的时候呢，他们的客户经理打我电话，加了我微信，他3月份的时候推荐我买了一只基金，我持有到现在，我收益是71%，哇哦，好高啊！但是我只买了200块，比原油高点，买200赚了140，牛不牛？就是要买20万的话，你就赚了14万。哎，没办法，去年3月份我还是一个风险偏好非常低的新人，并且当时的心情是在刚买完就大跌的情况下，非常的慌啊，觉得基金风险太大了，不敢买。后来经理呢，在5、6月份、6月份、7月份又推荐我买了几只基金，市场回档的情况下呢，我也胆子大了些，一万的买。期间有3只基金，它的收益达到了20%以上，客户经理让我卖出，落袋为安。落袋为安大家都懂哈，因为现在呢只是浮盈，只有卖出了落到自己口袋里的才是实打实的钱。那3只卖掉的基金大概赚了7000多，然后现在没有卖的，我的持仓收益是16000。可以看到这个证券1 2020的总收益是3万，也就是大约6000块钱是股票赚的钱，也就是之前那个浮亏的股票涨回来之后赚了6000块钱我就卖掉了，因为这个券商佣金太高，我就不在这儿买股票了。这个证券1里面只有基金，反正可以看到哈，这个系统计算这个账户的总收益是17.43%，我估计就是我买股票按了后腿，不然应该更多一点。而且可以看到都是近半年赚，你看近半年都是16%，上半年只赚了1%。看走势图的话，最多的时候亏到了将近10%，所以这里呢就感受到投资是一件长期的事情。你就看今天可能亏了3000，但你看1年它就赚了3万。然后来看我的第2个账户是一个银行账户，这个就比较简单，因为里面只买了3个基金，都是客户经理推荐的，本金4万赚了1万，收益率27.69%。这个其实综合来说应该算是半年的收益，因为基金的买入时间是4月份、6月份和7月份，对应的收益率是37%、30%和11%。其实7月份理财的朋友们都知道，7月份相当于理财理了个寂寞，完全没有涨。可以看我7月份买这个基金的走势图哈，7月份的时候44%，9月份的时候43%，完全没动，所以这3个月的心情就是比较难受。我差不多也是在这个时间6、7月份去学习了理财，因为我觉得就是什么都不懂就是乱搞，这不是就是真当韭菜嘛，所以我觉得还是有必要去系统学习一下。具体学到什么，我在初学的时候和学成的时候已经出了2个视频了，你感兴趣的可以翻一下。那么来看我的第
3个和第4个账户分别是微信和支付宝，因为不管是银行还是证券公司，客户经理推荐到基金，它的手续费是比较高的，而微信和支付宝手续费是1折。微信我是购买了一个医疗基金啊，当时在4到6月份的时候暴涨，收益率一度达到了40%，然后我就赎出了一部分。那么第4个支付宝账户呢，就是我进行脑残操作最多的一个账户，可以看到12月31日的累计收益是4.2万，其中落袋了5000块。那么按现在的钱计算，收益差不多是20%，但是实际上很多都是我最近才加仓的，年收益率的话肯定要高很多。我们来大概看一下，这个我持有最高收益的是这个，持有收益率是39.47%，8000块赚了将近3000块钱，这是我6月份就第一次买入的，半年的收益吧。然后收益第2的是这个基金，36%的收益，中间可以看到密密麻麻的定投，刚开始应该是买了10块钱，然后觉得不错，然后越买越多，3万5赚了1万2的样子。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基金27.9%和这个基金24.86%，这2个人的基金经理是明星基金经理人。就网上有个段子，就是说2020年的基金啊，赵毅、刘彦春、张坤得一人可安天下，这是网上的段子，谢谢你们。谢谢。所以基金这块呢，收益就是42万只，大概是8万块钱左右。哇哦，不错呀！让我们来打开股票账户。我的股票账户亏了2000块哦，我这个原来债券还赚了几百块，所以说我亏了3000多股票。我们来看一下具体收益，哇哦，前面赚的挺多的，后面画风逐渐崩坏。这是我的一个股票账户，简称证券2。当年6、7月份学完理财课的时候，我就入手了，卖出落袋了，大概赚个3万多左右哦。但是它现在的浮亏已经达到了4万，浮亏吧，可以说是薛定谔的浮亏，它有可能会涨，有可能会跌。但是现在2020年终总结嘛，那就是截止到2020，它还是负3000的。当然浮亏也可以叫做套牢，反正我要是不想割肉就得这么放着。让我想到我当年理财课的时候，茅台1300块钱，我就想说我别的股票别买了，把钱买给一手茅台。我当时那个班主任就死死的拦住了我，于是酿成了惨剧。现在茅台2000块钱，我要是买一手我就赚了7万，但是他拦住了我，所以我买了其他股票，现在浮亏4万。Hello, it's me. 不慌不慌，我还有另一个账户。让我来看一下证券3。证券3是我拿我男朋友账户开户的，因为我们想要打新股，我男朋友的运气很好，不然不能找到我是吧？所以他打中了一只新股，后来就赚了2万多。所以我们来看这个账户啊，他赚了2万1，这个账户我还是亏了好几百。老实讲啊，这里面真的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心理原因，赚了你也拿不住。我明明很看好那个股票，但是由于它前期涨跌的这个幅度让我很慌，所以它涨10块钱我就卖了，卖了之后它涨了100块，就都是这样的事情，心态不行。不行，好，来看证券4。证券4是我7月上的一个港股打新课啊，让我们开的港股券商。这主要就是一个看运气的事儿了。账户里有2万块钱，其实就可以打了，而且没有 A 股那么风险小啊。它这个港股打新可以看到，赚了4万多，亏了7000多，亏的也挺多，但是总的来说还是有3万6的收益的，这还行哈，这还行。好，这边炒股，我的感悟就是不要再炒股了。我为什么要相信我自己啊？人家基金经理博士学历，从业多年，我为什么要去相信我自己呢？造成了现在的局面。你说买基金啥也不管，咔涨那么多；买股票时时刻刻挂念着它，想要盯盘，想要看一眼，一跌我就操心的睡不好觉，心理素质太差，导致内分泌紊乱，无心工作，无心学习，一通操作猛如虎，一看收益2毛5，何必呢？然后我们把这些夯不啷当加在一起之后啊，能有个10多万吧？那是不是相当于在这个有突发事件的1年，让我们有了一个月薪接近1万的工作，在家躺着？就看基金吧，差不多40万的本金，8万的收入。很多人本金比我高多了，但人家不理财，说的就是我爸妈。不知道咋想的，损失了好多钱。有些人本金比我少，会觉得不可能赚这么多，那我只有说我的金句了：不以小钱而不赚，不赚小钱何以赚大钱？而且注意啊，我不是一下子投了这么多钱的。还记得我2月份的10块钱吗？3月份的200块吗？都是100、100、1000、1000这样投进去，最终投了这么多，然后达到这样一个收益的。一定要做时间的朋友，相信时间的力量，还有复利的力量。还有就是啊，理财对于消费欲高的人来说可以强制储蓄。我现在压根儿不想买东西，什么包包、口红，我以前最爱的护肤品。
因为我根本不想花钱看到我钱变少，我只想买基金看我钱变多，所以我就是想说大家一定要有理财的意识。但是哈，刹车刹住，就像我的股票，不管做什么投资，千万不要听别人说什么啊，特别是看基金的评论区、股票的评论区，一定要自己先去了解学习。以上就是我一个从小白开始，真的完全不理财的人，到现在有了一点收益，真实的一个过程啊，一边踩雷，一边学习，一边赚一边亏，就是本着一个有钱大家赚的心情分享的，绝对真实。如果你觉得有用的话，请给我一个1键3连吧，3连的人都发财。